大家好，欢迎来到根据百科。今天我想给大家谈一谈self ID 的问题。self ID 这个概念呢，大家如果不是性少数的话，可能只在推特上零零碎碎的看到过，主要看到大家在骂他可能。那么我希望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首先要谈 self ID 呢，我们就必须要谈到身份证对跨性别人士的意义。身份证它存在的主要意义呢，就是证明你的身份，对不对？那么对于跨性别人士来说呢，身份证上的性别和你的性别不符，那么身份证就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身份，因为上面的那个信息不符。你去取包裹，然后邮局的那个工作人员会想要看你的证件来确定它确实是你的包裹。在这时候，如果你人证不符呢，你的包裹可能就取不到手。然后大家在外面应用信用卡消费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偶尔会碰上想要查你的证来确定你确实是信用卡的拥有者。这时候人证不符呢，也有可能会造成你无法使用的信用卡消费。这些呢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你遇到一次两次呢还好，但是如果你时不时的遇到的话，会对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除此之外呢，在被人查看身份证的时候会提及性别问题，这时候对于跨性别人士来说，经常会触发大家的 gender dysphoria，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性别不安。这个事情会造成跨性别朋友的散之狂掉，可以说得到 critical hit， 减100点血，对于心理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拿出身份证，身份证上性别和你的社会性别不符的时候呢，相当于就强制出柜了你的跨性别身份。在一些不太开放、接受度比较低的社群里，这件事情会直接危害到跨性别人士的人身安全的。对于跨性别人士来说，受到暴力犯罪，成为暴力犯罪的对象的可能性是顺性别人士的4倍，其中很大程度都是因为 hate crime。所以对于跨性别人士来说，如果环境的接受度比较低的话，还是比较希望能够不被人认出来是性少数。这时候拥有一张和自己的社会性别相符的身份证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跨性别人士需要修改自己的身份证。那么现在改正的手续相比10年以前已经容易了很多。在最开始的时候政府规定的法律的规定要么是不允许你修改性别的，如果允许修改性别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是需要你进行全套的 SRS 即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变性手术。做变性手术的话一般是要做 bottom surgery， 然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规定，部分国家地区规定要求是要摘除性腺，部分地区规定要求要对性器官进行整体的重塑。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手术。现在对于跨性别修改身份证性别依然需要进行性别重塑手术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的部分地区、中国、意大利和一些其他国家，大家可以自行查看自己所在地区的规则。这样严苛的条件呢，可以说是逼迫跨性别人士进行手术，剥夺了大家的选择权，因为有一部分跨性别人士是并不想进行手术的。它另一方面呢，也对于跨性别人士修改自己的身份证件形成了很大的经济壁垒，因为变性手术是非常昂贵的。bottom surgery 取决于你具体做哪些手术，但是它的成本大致在$15,000到$25,000不等。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大的一笔钱，除非你家里有矿。所以过去有很多的例子是因为手术而造成背上一大笔债，或者大家不得不因为要做手术而进行众筹。而如果强迫跨性别进行手术才能够允许大家改正的话，就会对大家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大部分跨性别男性可以生育，他们有生育的能力，并且部分是有生育的
意愿的。这时候如果强迫他们进行变性手术才能够改变身份证、改变法律性别的话，这就相当于剥夺了他们的生育权。生育权至今依然被认为是一项基本的人权。meaning 生育权你自己有子宫想生，这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不是说你想要一个孩子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那么如果强制跨性别男性进行手术的话，就剥夺了他们这一项基本人权。随着跨性别民权运动在近几年兴起呢，改变法律性别的手续也开始逐渐的变得宽松了起来。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已经不需要变性手术也可以修改跨性别的。现在部分地区已经取消了变性手术的要求，而只要求权威方开具证明，而这个权威方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医生physician 或者是一个心理医生 psychiatrist。现在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法国、荷兰以及一些其他的国家，现在改正是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这个相比之前一定强制进行手术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医疗保障在医疗资源比较难以获取的地区呢，对于一些人群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壁垒。比如在美国，如果没有保险的话，看一次 GP 可以花到$200左右。而你想要从医生那里开到一个证明你是跨性别身份的证明呢，它肯定需要不止一次的 visit。所以这一方面的花费积累起来也是比较大的。对于经济状况不太好的朋友来说呢，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消费。所以说可以说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壁垒。在性少数人群目前政治上推动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推动 self-ID， 也就是无需权威方的证明，只要本人提供一份声明自己是跨性别，就可以向政府提出要求修改自己的身份证上的性别标识。当然了，这是针对成年人的，多数的未成年人需要由父母再出示一份担保。这就是所谓的 self-ID。现在有很多国家已经实行了 self-ID， 在欧洲有好多。在欧洲包括德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在北美大部分的加拿大地区和部分的美国地区都实行了 self-ID。大洋洲的2个国家都已经实行了 self-ID。北美包括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还有在亚洲包括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都已经实行了 self-ID。这可以说是近10年来跨性别民权运动的一项巨大的成果。那么在允许 self-ID 的国家和地区，这个修改政府 ID 的程序是怎样执行的呢？我比较熟悉的是我所在的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省。我们省是允许 self-ID 的，需要你向 Service Canada 提交一份申请。它的过程和修改身份证的姓名基本是一致的，然后大概需要花费27加元，耗时大概是6到8周。这个的行政处理时间。对于 self-ID 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大家可能在推特上看到过。那么从过去10年来，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了 self-ID。那么在这些地区呢，并没有出现有些人担心的针对女性的犯罪率大幅上升的现象。当然了，也没有大量的女性跑去修改法律性别好，获得优势性别的社会地位这种事情出现。可以说顺性别人士并没有因为修改法律性别的门槛降低而纷纷跑去修改自己的法律性别。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顺性别人士可能并不想修改自己的法律性别哦。这方面于情于理呢，顺性别人士修改自己的法律性别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去改正，但是不改变你对于社会 展现的自己的性别，那么你的处境相当于
已经出柜了的跨性别，但是没有改正的跨性别人士，就是你的身份证上的性别和你人的性别是不符的。那么你生活中就会碰到很多和我之前提到跨性别一样的问题，取邮件取包裹取不到，花信用卡有可能不成功，这个样子非常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的麻烦。如果你跑去改了证，然后也修改了你的社会性别，就如果你是一个指派男性，你去修改了自己的证为女性，然后你也以一个女性的身份，以一个女性的形象来向社会呈现你自己呢，但你其实是一个顺性别。这个问题呢，他的处境就相当于出柜以前的跨性别人士，你的心理的性别，你认可的性别和你向外展现的性别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对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事实上，有一位记者曾经进行了这样的社会实验。有一位美国记者名叫 Nora Vincent， 他以一个男性的身份生活了18个月，并且把他这18个月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Self-Made Man: One Woman's Journey into Manhood and Back Again》。这本书呢，它的评价褒贬不一，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来看一下。但这个作者她是一个顺性别女性，她并没有跨性别的，她并不是一个潜在的跨性别人士。他强迫自己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了18个月，这一段经历，因为以和自己的认知性别不同的性别来生活，给自己的经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发展出了很严重的抑郁症状。这可能是顺性别人士所经历的最接近跨性别人士gender dysphoria， 也就是性别不安的症状。这位作者的经历呢，也证明了顺性别人士没事，跑去改变自己的性别呢，对自己来说，各方各面来讲都并没有好处。所以，不管是我们现在事实证明，还是从情理上来讲，降低修改法律性别的门槛，都并没有造成大量的顺性别人士跑去修改自己的法律性别来钻空子这样的事情发生。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Self ID， 它是一个降低修改法律性别门槛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的性别都是自己的事情啊，改个正也没有吃你家大米，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如果大家看到这里呢，请大家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后会有更多关于酷儿政治和酷儿文化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面 comment 来告诉我博主大家想要看到怎么样的节目。好的，谢谢大家，再见。欢迎6期。大家好，这里是柑橘与百合，我是大家的博主 CC。这个频道呢是一个关于酷儿政治与酷儿文化的频道，我会努力的给大家带来大家想看的节目，希望在这个对性少数人士依然是恶意重重的世界里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陪伴和鼓励啊！有希顺你值得啊，爱你们哦！点赞订阅啊！